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种常被忽视的小鱼——沙丁鱼。提到沙丁鱼，很多人尤其是长辈，第一反应可能是皱眉。难道沙丁鱼不就是那种腥味重、廉价的罐头食品吗？有人甚至认为罐头沙丁鱼不新鲜，没有营养，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你真的了解沙丁鱼吗？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吃罐头沙丁鱼究竟是健康的福音，还是隐藏的危害呢？许多人对沙丁鱼的印象都停留在这里，但真相远非如此。有位70多岁的老先生就现身说法，他从小家境清寒，经常以沙丁鱼配饭充饥，如今年过70依然身体硬朗，既没有胆固醇过高，骨头也很健康。他笑称，这种廉价的小鱼可能是他健康长寿的功臣之一。随着时代进步，我们的饮食观念也在更新，也许沙丁鱼正是一个多年被忽略的健康保障。现在就让我们从科学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沙丁鱼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看看这不起眼的小鱼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科学真相。您相信吗？一罐不到100元台币的平价沙丁鱼罐头，竟被心脏科医师誉为血管清道夫，被骨科专家称作行走的钙片。这种不起眼的小鱼蕴藏的健康能量可能远超你的想象。许多长寿地区的人们和营养专家早已把沙丁鱼列为养生菜单上的明星。在美国有营养师评选出的银发族10大必吃食物中，沙丁鱼也榜上有名，足见它在健康饮食中的地位。让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沙丁鱼有什么魔力，能让科学家和医生对它赞誉有加。首先，沙丁鱼到底是什么？沙丁鱼其实并非单指一种鱼，而是对某些小型远洋飞鱼的统称。它们身材虽小，营养价值却非常高。沙丁鱼栖息在海洋食物链的底层，以浮游生物为食，寿命短，繁殖快。这意味着它体内累积的重金属和污染物极少。比起尾鱼、剑鱼这类大型鱼类，沙丁鱼要安全干净得多。因此，沙丁鱼被视为低污染、高营养的海鲜选择。对老年人而言，常吃沙丁鱼不用太担心重金属中毒的问题。而且罐头沙丁鱼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充满防腐剂或添加物。相反，正规厂商生产的沙丁鱼罐头通常只含有沙丁鱼、适量的食用油或水和少许食盐。制作过程中经过高温高压灭菌密封，无需添加化学防腐剂也能长期保存。这种工艺其实已有100年以上历史，非常成熟可靠。说到沙丁鱼罐头，其实它在历史上也扮演过重要角色。早在19世纪初，法国皇帝拿破仑为了解决军队粮食保鲜难题，悬赏发明食物长期保存的方法。于是人们发明了食品罐头，而沙丁鱼就是最早被制成罐头的食物之一。19世纪末，法国和葡萄牙沿岸出现了大批沙丁鱼罐头工厂，沙丁鱼罐头逐渐风行世界，成为战争年代和工人阶级的重要蛋白质来源。可以说，小小一罐沙丁鱼见证了人类食品工业的发展史。也难怪在许多国家的文化中，沙丁鱼都留下了足迹。例如英国人的传统早餐里有沙丁鱼吐司，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更是把沙丁鱼视作国民美食之一。如今沙丁鱼罐头依然在全球餐桌上发光发热，既是平凡的日常食品，也是连结历史与养生的佳话。所以开罐即食的沙丁鱼虽是加工食品，营养并没有流失多少，反而因为烹煮充分更容易消化吸收。特别是罐头里的沙丁鱼，骨头都已被炖得酥软，直接吃下肚就能补充钙质，丝毫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咙。此外，鱼骨经高温软化后释出大量钙、磷等矿物质，使罐头沙丁鱼的钙含量比等量的新鲜沙丁鱼更高，真正做到了物美价廉。沙丁鱼小小一条，却称得上是平民超级食物。也许你会好奇，沙丁鱼和其他食物相比怎么样？其实它的营养一点也不逊色。和大家爱吃的鲑鱼比，沙丁鱼的 Omega-3 含量不相上下，而且汞含量更低。和牛奶比，一罐沙丁鱼的钙质甚至更多，还多了鱼油和蛋白质。和红肉，比如牛排、猪排，比沙丁鱼提供同样丰富的蛋白质，但脂肪更健康，几乎不含对心脏不利的饱和脂肪。甚至和很多号称补身体的高级补品比起来，沙丁鱼一点也不逊。有营养专家开玩笑说，
沙丁鱼比多种维他命丸还全面，可见这平凡的小鱼真有大大的能耐。我们来看看它丰富的营养素。首先是著名的 Omega 负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包括 EPA 和 DHA， 这两种脂肪酸对心血管和大脑健康至关重要。对老年人而言， Omega 3对心血管有几大益处。首先，它能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也就是血脂的一种，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其次， Omega 3有助于调节血压，让血管保持顺畅和富有弹性。更厉害的是， Omega 3还具有抗发炎作用，可保护心脏、关节等全身器官免受慢性炎症的侵袭。国际上多项研究也证实，经常食用富含 Omega 3的鱼类可以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难怪医生们说沙丁鱼是血管的清道夫，充足的 Omega 3就像替血管内壁加了一层润滑油，让您的心脏和大脑都更受保护。美国心脏协会也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每次约100克，尤其是富含 Omega 3的品种，如鲑鱼、青鱼或沙丁鱼，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如果实在不爱吃鱼，也可以透过鱼油胶囊补充 Omega 3，但直接吃鱼能同时摄取蛋白质和多种营养，效果更全面。除了对心血管有益，沙丁鱼也是护骨高手。随着年龄增长，不少银发族会面临骨质疏松、骨骼脆弱的问题。钙和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的关键营养，而沙丁鱼恰恰富含这2样。特别是吃罐头沙丁鱼时，连骨带肉一起吃下，每100克沙丁鱼大约相当于1小罐的分量，其余骨就提供将近300毫克的钙，相当于喝一杯牛奶。同时，沙丁鱼也含丰富的维生素 D， 有助钙质吸收。很多长辈为了骨头健康，每天吞钙片，其实饮食中吃沙丁鱼就能自然补钙。一罐沙丁鱼提供的钙相当于1片钙片，而其中的维生素 D 还能帮助钙质吸收，比单独补钙更有效。对于停经后容易缺钙的女性或上了年纪的男性，经常吃点沙丁鱼补骨，远比吃补充剂来得安全，又有其他营养附加收益。对日照不足或饮食中缺钙的长者来说，沙丁鱼堪称天然的补骨佳品。有位营养学家戏称沙丁鱼是行走的钙片，意思是一条鱼就抵得上1片钙片，还附赠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经常适量吃沙丁鱼，有助于维持骨密度，预防骨折和骨质疏松，让您的骨骼更强健。沙丁鱼还能补脑健脑，对老年人大脑健康大有裨益。原因之一是它富含 DHA， 这是大脑神经细胞膜的重要构成成分，被形容为大脑的黄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鱼的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得更慢，罹患失智症如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较低。适量摄入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大脑的血流和代谢，减轻脑部炎症，从而有助保持记忆力和思考敏锐。此外，沙丁鱼丰富的维生素 B12 也是大脑的好朋友。维生素 B12 参与神经髓鞘的形成和红血球制造，缺乏 B12 容易导致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等神经问题。每100克沙丁鱼就含有将近9微克维生素 B12， 远远超出成人每日所需，有助防止贫血并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此外，沙丁鱼中的铁和锌元素也不少，有助预防贫血并增强免疫力。因此，把沙丁鱼加入日常餐单，对维护脑部功能、提升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等鱼类摄取量高的国家，老年人的失智症发生率明显较低，这其中 Omega 3应当居功厥伟。此外， Omega 3还有助于稳定情绪、对抗忧郁。许多研究发现，常吃鱼的人抑郁风险更低，心理状态更佳。由此可见，营养充足的大脑往往思路更清晰，反应更灵敏。讲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沙丁鱼的好处说不完，其实它对代谢健康也有惊人的帮助。沙丁鱼富含优质蛋白质且不含淀粉，能在提供营养的同时稳定饭后血糖，尤其在预防第2型糖尿病方面，沙丁鱼展现出令人震惊的效果。西班牙在2021年做过一项有趣的临床研究，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65岁以上有前期糖尿病的老年受试者，让所有人都采用健康饮食。
但只有实验组每周额外吃2罐沙丁鱼，总共约200克鱼肉。1年之后，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没有吃沙丁鱼的对照组中，大约有 27% 的老人在1年后糖尿病风险仍然处于很高水平，而有吃沙丁鱼的那组，原本有 37% 的人属于高风险，1年后却只剩下 8% 还是高风险。换句话说，沙丁鱼组有相当多的人成功远离了糖尿病的边缘。更棒的是，他们的血液指标也全面改善，其中胰岛素阻抗指数下降，这说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高了。有益的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常说的好胆固醇上升，促进葡萄糖代谢的激素增加，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和血压则降低了。值得注意的是，沙丁鱼富含蛋白质且没有碳水化合物，这让参与实验的长者更有饱足感，有助于控制体重，间接降低了代谢方面的风险。研究者指出，沙丁鱼之所以有这样的防糖效果，可能要归功于其中的牛磺酸、Omega 3、钙和维生素 D 等多种营养共同作用。这项研究让科学家惊呼，如此平凡易得的食物却有预防慢性病的奇效，实在是健康饮食中的一大保障。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想稳定血糖，预防第2型糖尿病，不妨参考这个研究，每周吃上2次沙丁鱼，或许比单纯节食来得更有效、更轻松。不仅如此，沙丁鱼的营养丰富，还能帮助提升整体代谢和免疫力，对抗衰老。它含有高品质的蛋白质，每100克含约20克蛋白质，提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帮助维持肌肉和组织修复。对于老年人容易流失肌肉的问题，摄取足量蛋白质可以缓解肌少症，让身体更有活力。沙丁鱼还提供镁、钾、硒等矿物质，镁和钾有助于维持心率稳定，降低血压，硒则是强大的抗氧化剂。100克沙丁鱼含有超过50微克硒，约等于成年人1天的需要量。硒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增强免疫功能，甚至可能有助降低某些癌症风险。沙丁鱼中还含有少量的辅酶 Q10， 这种物质有助于细胞产生能量，对心脏和大脑功能都有裨益。虽然含量不算太高，但胜在持续使用的累积效果。就这样，在沙丁鱼提供的一整套抗老化营养素组合，包括抗氧化的、有助细胞修复的、抗发炎的等的加持下，我们的身体能更好对抗岁月挑战。难怪有人说沙丁鱼能延缓衰老。当然，我们不能夸张地说吃了沙丁鱼就能长生不老，但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沙丁鱼确实可以帮助中老年人维持身体机能，延缓衰老带来的种种退化。看到这里，沙丁鱼的好处是不是让你有些心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每天狂吃沙丁鱼，多多益善呢？别急，我们也要客观的看看沙丁鱼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和食用禁忌，确保您吃得安心。首先，沙丁鱼罐头通常有一定盐分，为了增味和防腐，很多罐头沙丁鱼每100克含钠可能达到数百毫克，有的品牌一罐就含有超过人体1天建议摄取量1半以上的盐。如果长期大量食用高盐的沙丁鱼罐头，对于有高血压或肾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确实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加重肾脏负担。所以，如果您在控制盐分，建议选购标示低钠的沙丁鱼罐头，或是选水净、橄榄油净，而非重咸酱汁净的产品。挑选时可以看看营养标签，每份钠含量低于200毫克，算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小技巧，如果买不到低盐款，也可以在开罐后用清水稍微冲一下沙丁鱼表面的咸汁，能减掉一些钠。不过冲洗也会带走少量可溶营养，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选低盐或无盐版本的罐头。总之，少盐原则对老年人的饮食很重要，吃沙丁鱼也不例外。我们要享受它的营养，同时避免过量的盐分。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高尿酸或痛风患者，沙丁鱼属于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嘌呤会在体内代谢为尿酸，过多的尿酸可能在关节中形成结晶，诱发痛风。每100克沙丁鱼所含的嘌呤约有480毫克，属于高嘌呤食物之列，因此痛风发作期就应该完全避免进食沙丁鱼。
平时如果病情稳定，也请先咨询医生，再决定能否偶尔少量品尝。对于没有痛风困扰的人来说，适量吃沙丁鱼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因为嘌呤含量高就对这么健康的食物敬而远之。但我们也不建议每天每餐都吃，凡事讲究适度即可。一般来说，每周吃2到3次沙丁鱼是比较理想的频率，既能获得营养，又不至于累积过多嘌呤。再来，过敏人群也要小心。有人对海鲜鱼类过敏，这类朋友无论沙丁鱼多好，都只能忍痛割爱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对鱼没有明显过敏的人，吃罐头沙丁鱼后，偶尔会出现红疹、瘙痒等不适反应。这往往不是对鱼肉本身过敏，而可能是罐头保存过程中产生的组胺在作祟。鱼肉不新鲜时会产生较多组胺，进食后会引起类似过敏的中毒反应。不过正规厂商生产的沙丁鱼罐头一般原料新鲜，工艺到位，发生组胺中毒的几率极低。只有当罐头品质欠佳或保存不当，例如罐头有泄气、漏气情形时，才有这种风险。因此，购买时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罐头如果出现鼓胀、生锈严重或超过保存期限，就千万不要食用了，确保食物安全，您才能安心享受沙丁鱼的美味与营养。另外，许多长辈可能听说沙丁鱼胆固醇偏高而不敢吃。事实上，每100克沙丁鱼含有约140毫克胆固醇，乍看不低，但现代研究发现，食物中的胆固醇对于大多数人的血液胆固醇影响不大。真正应注意的是饮食中的饱和脂肪。沙丁鱼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它的脂肪多为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含量低，反而提供丰富的 Omega-3， 能提高有益的高密度胆固醇。适量吃沙丁鱼通常不会导致坏胆固醇上升，反而因 Omega-3 的作用有助于改善血脂比例。因此，除非医生特别嘱咐要严格控制胆固醇摄取，否则大可不必因为胆固醇含量而拒绝这么好的食物。有人可能还担心罐头食品的营养不如新鲜食品，其实沙丁鱼罐头的营养保存度相当高。我们前面提到，罐头沙丁鱼因为骨头可食，反而钙质更高。至于蛋白质和 Omega-3 脂肪酸，在罐头高温处理过程中流失并不多，绝大部分仍保留在鱼肉和鱼油中。水溶性的维生素 B 族可能有部分损失，但沙丁鱼本身 B12 含量极高，即使略有损耗，仍绰绰有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这类脂溶性维生素则相对稳定。换句话说，吃罐头沙丁鱼与吃新鲜沙丁鱼获得的营养差距不大，但胜在方便实惠。不过，如果有条件，偶尔吃新鲜沙丁鱼也是很不错的，例如清蒸或香煎新鲜沙丁鱼，风味更佳，且无需担心钠含量。只是新鲜沙丁鱼在市面上比较少见，处理起来也麻烦一些，所以罐头是更简便易得的选择。聊了这么多，好处我们要抓住，风险我们也了解了。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沙丁鱼更好地融入日常饮食，吃得健康又美味。适量是关键，每周大约吃2次沙丁鱼，每次80到100克左右，就足以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了。没必要天天吃，每次吃好几罐，过犹不及，适可而止即可。搭配也很重要，沙丁鱼可以含各种食材一起烹调，营养更全面。您可以把沙丁鱼拌入沙拉，搭配番茄、生菜、洋葱等蔬菜，增加维生素和纤维，还能帮助减轻鱼的油腻感。沙丁鱼配番茄是一组经典搭档，番茄中的维生素 C 能促进铁质吸收，对预防贫血有益。也可以把沙丁鱼加到炖菜或汤里，例如和豆腐、青菜一起煮汤，清淡又营养。甚至用沙丁鱼来蒸蛋、炒饭，都别有一番风味。由于沙丁鱼本身已经熟且咸香，烹调时记得少放盐、晚放盐，保持清淡。如果与菠菜、竹笋等含草酸高的蔬菜同餐，容易影响钙的吸收，建议错开时间食用。举例来说，可以安排一个沙丁鱼餐单示范，早餐把沙丁鱼压成泥，涂在全麦面包上，再加一片起司，就是一份补钙又营养的开胃三明治。午餐可以来一盘沙丁鱼蔬菜沙拉，拌入番茄、橄榄和水煮蛋，既有蛋白质
又有维生素。晚餐则煮一锅沙丁鱼豆腐蔬菜汤，将罐头、沙丁鱼和豆腐、白菜一起慢煨，加点姜丝去腥，就是一道暖胃又滋补的汤品。这样搭配下来，一天之中您已经摄取了优质蛋白、丰富的钙质和 Omega-3， 热量却不高，对银发族而言十分友好。最后是精明挑选，前面也提到了，要选择优质的沙丁鱼罐头产品，例如油浸的尽量选用橄榄油浸泡，因为橄榄油本身也是健康的油脂。水浸的则要注意钠含量是否偏高，口味上建议以原味或天然番茄汁浸的沙丁鱼为佳。这类产品配料简单，通常只有鱼、油和盐，避免腌制过甜过咸的调味罐头。购买时多留意配料表，成分越单纯越好。总之，把沙丁鱼作为饮食中的一部分，和其他谷物、蔬菜、水果搭配着吃，营养才能均衡吸收，口味也更加丰富。另外，从经济和环保角度来看，沙丁鱼也可说是饮食中的优等生，它价格实惠，一罐只要几十元，却能提供丰富营养，对固定收入的长者来说十分亲民。而在环境方面，沙丁鱼属于低位阶鱼种，繁殖快，存量大，捕捞对生态影响较小。我们选择沙丁鱼作为日常蛋白质来源，相对是在支持永续渔业，减轻对海洋生态的压力，养生的同时也爱护地球，岂不两全其美？相较之下，我们很多人花大钱买保健食品和补充剂，却忽略了超市货架上一罐平价的沙丁鱼罐头。事实证明，自然的食物往往比人工提取的补充剂更有效，因为食物中的营养是协同作用的。正如营养学家们强调的，单独吃鱼油胶囊不如直接吃沙丁鱼来的全面有益。沙丁鱼提供了鱼油丸没有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它是一份完整的营养包裹。最后想提醒大家，如果您没有特殊禁忌，不妨尝试在日常餐桌上加入沙丁鱼。也许刚开始不习惯它特殊的气味，但您可以用柠檬汁、香草或姜丝来调和提味。吃惯了之后，许多人都会爱上沙丁鱼的鲜香柔韧。一些70、80岁的长辈回忆，他们年轻时家境清贫，常以沙丁鱼佐餐，反而养成了终身的健康骨骼和强健体魄。可见，有时最平凡的食物藏着最长远的滋养。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解开您对沙丁鱼的误解。下次打开沙丁鱼罐头时，您就可以自信地告诉自己，这美味的小鱼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健康礼物，适量享用它，为自己的黄金岁月增添一份健康保障。当然，维持健康还需要整体均衡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沙丁鱼可以成为您餐桌上简单又有效的助力之一。